Hello，我是小林。你喜欢看月亮吗？它把黑夜点亮，让人觉得特别安静，特别美。中国人呐，对月亮特别有感情。为啥呢？想象一下，一个人在外地，什么都不一样，吃的不一样，说话不一样，身边的人不一样，空气闻着都不一样。可是月亮它没变，所以人一抬头看见月亮就容易想家。特别是以前呐，没有手机，想家了没办法打电话，只能看着月亮，心里想着那个人，也许他也正在看着这一轮明月。还有啊，传说月亮上住着一个仙女，叫嫦娥，她和一只白兔住在月亮上的宫殿里。所以啊，中国往月球上发射卫星就叫嫦娥1号、嫦娥2号等等。今天呢，给大伙儿讲一个和月亮有关的故事。这是一个中国民间故事，叫一篮月光。从前有这么一个读书人，姓韩，大家叫他韩生。这人呢，书读得多，脑子也聪明，就是有点特别，和别人不太一样。哪里不一样呢？听我慢慢讲。有一天晚上啊，月亮特别亮，像一个大银盘挂在天上。韩生站在院子里，左手拿着一个篮子，右手拿着一个大木勺，伸向天空，一勺一勺的在舀着什么东西，然后往篮子里放。可是仔细一看，勺子是空的，篮子也是空的。哎，这大半夜的，他不睡觉，在干嘛呢？有人就问他：韩生，你干嘛呢？韩生说：我在收集月光啊，今晚月色这么好，我可不能让它白白消失。大伙一听全乐了，说：这月光能装进篮子？你不会是读书读傻了吧？韩生没说话，只是神秘地笑了笑，继续一勺一勺地装月光。但篮子里呀，并没有变得更亮。有人忍不住问：你收集月光干什么呢？韩生回答：把月光收集起来，等遇到刮风下雨的晚上，就可以拿出来用啊，既明亮又不怕风雨，比蜡烛啊好用多了。大家哈哈一笑，也就当个笑话听了，摇摇头，回屋睡觉去了。等到第二天早上啊，大家看到韩生的篮子空空的，就更加确定他昨晚就是胡说了。后来韩生和几个朋友一起坐船到了绍平。晚上他们把船停好，就来到江边的一座亭子里，在月光下准备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。哎呀，喝口小酒，看看月亮，吹吹风，聊聊天，太舒服了。正喝着呢，乌云来了，把月亮给挡住了。但没关系，有蜡烛，江边的烛光晚餐也不错，对吧？可是风一吹，
啵啵啵啵啵，蜡烛全灭了，四周都是一片黑乎乎的。这喝酒的心情一下子就没了。你想想啊，几个人面对面坐着，我看不清你，你看不清我，谁还有心情喝酒啊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一个朋友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。哎，韩生，你之前不是收集过月光吗？要不拿出来试试？这话本来是开玩笑的，但没想到韩生一拍大腿。对呀，我差点忘了。他回到船上，拿起篮子和勺子，然后走到江边，轻轻地舀起一勺，往江里一泼。这一泼不得了，水面上竟然泛起了一道银色的光。再泼一勺，江里的小船也能看清了。他又接着往外泼，白光越来越多，到最后啊，整条江都被照得银光闪闪的，就像一个月色明亮的夜晚。大伙全愣住了。你想想，你要是在那儿，是不是也得吓一跳？最先清醒过来的人对大伙说：来来来，咱们继续喝酒。大家喝得痛快极了，一直喝到深夜。韩生见大伙喝得差不多了，就用篮子和勺子把月光一勺一勺的又收进篮子里。夜色又变得和之前一样黑了。这就是一篮月光的故事。如果你能收集月光，你会用它做什么呢？如果是我呀，我想用月光做成一个小书签，每晚睡前打开书，在月光下，有一种和朋友一起看书的感觉。那你呢？你会用月光做什么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小林。那咱们留言里见，拜拜。